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Money Life 美股频道，我是 Ace。今天是2026年4月27号周一。那么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，因为比较忙，所以没来得及录周末的复盘视频。今天周一做一期简短的视频补一下。我在周三的时候为大家做了一个周中的加更，所以从周三到现在操作不是特别多，其中包括加仓了英伟达，目前英伟达占我仓位的5%，同时呢，对于英伟达的卖出看跌期权，我也做了一个滚仓，就是把目前已经盈利非常多的150行权价的期权平仓了，然后马上建仓了180平衡价2026年12月到期的卖出看跌期权，也就是把权利金部分落袋为安，然后呢，新获得一部分权利金。而另一个操作就是英特尔，我们知道它财报后暴涨，我是在英特尔几乎要翻倍收益的情况下，把它全部卖出了。因为英特尔只是在我特别组合里面的一只股票，仓位确实也不大，在收益率如此惊人的情况下，我就把英特尔的资金呢买入了阿斯麦和美光，所以目前我的特别组合只包括3只股票，也就是英伟达、阿斯麦和美光。虽然只占我3%的仓位，算是一个实验性的仓位。熟悉我的朋友知道，这是我为父母的养老金投资的一部分的钱，但是现在它的收益已经来到了40%以上，接近50%，我是非常满意的，所以卖出英特尔也没有任何的心理压力，卖飞了也没有关系。如果英特尔有机会重新回去的话，我再接回来。好，基本上就是周三到现在一些操作情况。那么在仓位方面，因为在减仓之后又有持续的加一些仓位，所以目前我的融资情况其实和2周以前差不多，减仓有点减不下去。目前火箭实验室回落了一些，我的仓位只是来到了48%，待会儿也会详细说到我对它的看法。好，我们第一只股票来看 IRDM 一星通讯 Iridium。为什么要看这只股票？因为它刚刚发了财报，发财报之后呢，就从最高点大概40出头，一路跌到接近36左右。不过周五收盘是来到了39，我觉得状况还是不错的。为什么说不错？因为我们看现在 Iridium 它的20、60、120日均线。明显在很早以前就是多头排列，那么现在它再往下跌，继续再跌，跌到35左右才到红色的20日均线。现在红色20日均线是35.66，所以呢，它只要不持续的跌破这个20、60、120日均线多头排列的趋势是没有办法打破的。所以呢，待会儿听了我的财报，看你们怎么想。至少从图形上来看，不用过于担心，我也没有做出任何的止盈。那公司财报怎么样呢？其实也很简单，用2张图片就告诉大家你应该知道的 Iridium 的财报信息。首先 Top Line 业绩温和增长，就是它的总营收呢是比预期稍微高了那么一点点，我觉得算是符合预期吧。但是股价下跌的一个原因就是它的利润下滑了。但是利润下滑呢，公司也说了，这是一个一次性记账方式的改变，也就是从2026年起，公司将高管的年度激励薪酬改为全现金支付，以前是现金加期权，那么对于现金这个利润的影响没有那么大，这次做了调整，所以呢 EPS 比预期的低一点，所以不管是营收还是利润，其实没有很好，也没有很坏，而且全年的预期也是不变的。所以单单从一季度财报这个基本面上来看，不应该改变我对 Iridium 的态度。接下来再来看公司的自由现金流，虽然公司现在只有$1.12左右，但是呢，公司预计在2026年将产生$3.18亿的自由现金流，而且说在未来10年我们将产生15到18亿。我觉得这个自由现金流，虽然你单看数字没有觉得特别好，但是在整个太空产业现在能赚钱的不多，所以 Iridium 就是这么一家公司，它现在已经能赚钱了，很难得，但是未来的想象力相较于其他还没有赚钱的公司可能差了一点，所以这是一个平衡。而股价承压的另一个原因，其实我在电话会议里面听到了。为什么？因为 Globalstar 之前被亚马逊收购了，然后我们知道频谱资源现在很紧俏，所以在电话会议里面就有各个投行的分析师追问 Iridium 的管理层，你们的 L 波段频谱，也就是中间蓝色部分这个频谱，有没有可能拆家，甚至是直接公司被收购呢？那么 Iridium 的管理层也是非常坚决说不可能。他说我们的频谱是自有的业务要使用的，
我们不会一次性卖掉。其实这听起来不符合市场的预期，但是这是好的回答。为什么？像 Global Star 以及之前我分析的 SATS EchoStar， 他们卖身是逼不得已，他们要倒闭了才卖身。虽然频谱很紧俏，他们卖身反而成了一个香饽饽，但是如果你从长远的角度，我觉得 Iridium 他们坚持用自己的频谱去赚钱，而且现在也能盈利，那为什么要卖身呢？假设频谱资源以后持续的紧俏，进一步升值，那么你暂时拿着这个频谱，以后还可能增值，也是一个好事情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在这里 Ace 给大家的结论就是，如果屏幕前的你们和我一样，在20多、30左右的位置去购买了这家公司的股票，当时你的期望是有没有可能它的频谱被收购，那么现在你可以打消这个念头了。公司的基本面还是不错的，它还是有可能慢慢的向上走，借着这个20、60、120日均线还没有被打破的趋势，缓慢的继续增长，当然中间会有回撤。但是呢，如果你等不及，你现在要去止盈，你的成本价和我一样，只有20多、30左右，现在盈利的幅度也是不错的，我觉得也是可以考虑的。这就取决于屏幕前各位资金的利用率。我个人而言呢，因为这部分钱我并没有那么着急要用，而且我也接受目前 Iridium 的现状，所以暂时呢，在趋势技术面没有很坏的情况下，我就是保持现有的仓位。接下来说火箭实验室，大家很关心火箭实验室的股价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它从最高点90跌到了80嘛。其实这个跌幅也还好，我觉得有的火箭实验室投资者可能心灵有点过于敏感了。你们必须要意识到，火箭实验室是一家在过去1年半3到4次下跌幅度超过40%的一家公司。所以如果你们刚接触这只股票，你们不要因为这一点下跌就心慌，不要吓自己，好吧？那么目前我对火箭实验室股价的看法依然是比较乐观。首先从图形层面，我们可以看到红色20日均线已经在上周拐头向上，和蓝色60日均线交叉了，所以现在是明明白白、实实在在的多头排列。这个多头排列其实经历了蛮长的时间，因为在过去好几个月，公司都是徘徊，它的均线都是比较乱的。而现在我的观点是，只要股价没有跌破20日均线，也就是大概73.5这个价格，那么它都属于调整。而且我也认为80以下，20日均线73.5以上，或许是某些现金仓位比较重，然后呢，你很想买这家公司的股票，然后现在觉得我等不及了。对于这样的朋友，你可以在这个位置去加仓都可以。我们看到现在夜盘又是涨了一点，来到了80以上，有一些耐心的朋友等待80以下就可以加仓。但是像我这样仓位比较重的朋友，可能就要更耐心了。等到越接近20日均线越好，当然一切都有可能，比如说它跌破20日均线，整个多头排列瞬间就拉胯了，那么这就是比较不好的情况。我们知道火箭实验室在5月几号就要发财报了，那么对于财报，我做一个简单的展望。首先呢，它的营收基于电子火箭6次的发射应该不会差，但是它的中子火箭，我们记得的话，有一次部件测试失败，可能会引起一些营收的小的波动。但是对于接下来2季度、3季度甚至全年的预期，应该是比较好的。为什么呢？至少它这个 Mynaric 的收购是确定的，这个收购能够带来具体多少营收，我很期待管理层的这个数字的宣布。据一些分析人士的数据，应该是全年有0.5亿到1.2亿美金左右全年的收入。所以具体我们来看2季度是否火箭实验室会把这个季度营收显著的提高，把 Mynaric 的营收算进来。接下来我们来看英伟达，这期视频会好好的说说英伟达。其实英伟达这家公司它盘整了好几个月了，大家对它没有耐心了，因为都说哦，你盘子太大，你也涨不上去，每次涨到200你就跌下去。可是事情发生的变化会很快，就在周五的时候，英伟达暴涨了4%，其实盘中一度来到了210左右。但是无论如何吧，周五的收盘价208.27已经是英伟达收盘价来算新高了，因为它上一次触及212只是在盘中，是在2025年10月底，当时2天收盘价其实都比开盘价要低的，所以周五算是真真正正创出新高，向上就没有任何天花板。
板了，一切皆有可能。而且均线排列也是目前比较友好的，红色20日均线已经是在最上方了。我自己是在前一段时间英伟达170左右再次加仓，那么在周五盘前比较幸运又加仓了。加仓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就是因为我刚好在 X 平台看到一条推文，他就说英伟达未来1年它的 PE 是20倍，AMD 40倍，英特尔100倍。那我一想，这其实和我之前的想法是一致的，英伟达一直在被低估。那么现在，特别是英特尔暴涨、AMD 暴涨的情况下，我觉得它就显得更加被低估了。于是呢，我就查了一些数据，去查证了这个 PE， 确实是比较准确的。虽然不是一模一样，20、40、100，但是基本上这个比例是一样的。然后呢，我也查证了一些我自己关注的股票，比如说阿斯麦、美光，分析了一下他们的这个 PE 的水平，未来1年、2年、3年，以及这些公司未来1年、2年、3年它的营收复合增长率。然后证实之后觉得，英伟达这个价格还是可以买入，所以呢又加仓了，包括视频开头提到的正股以及卖出看跌期权的加仓。如果有朋友记得我在上一期视频提到的，我们现在在 AI 基础设施这个板块热点很多，可投资的标的很多，你实在没有时间，其实就省心一点，要么去买 ETF， 要么就抓大市值的龙头，这样是最稳的。那么大市值龙头，那么首当其冲的就是英伟达嘛，其次就是阿斯麦、美光，这些都属于大市值的龙头，他们都是属于行业内市值很大，几千亿美金，或者是非常具有垄断性质的公司，像阿斯麦这样的公司。最后说2只股票 Hims Hers 以及 Circle。 那么想说 Hims Hers 是因为我最近发现在 X 平台有很多二级市场的大 V 投资者，他们都在吹 Hims Hers。 那么我还是想让大家冷静一下，因为 Hims Hers 其实它的基本面最近没有发生大的变化。然后我也告诉过大家，你在30左右去买新建仓，如果之前你在10几块、20几块没有买，那么其实不见得盈亏比是划算的。Hims Hers 目前我是上看40，但是它还是有可能跌下去的，所以呢，我不建议大家在30左右去入场了。我自己是在 Hims Hers 最低点10几块加了仓，然后呢，因为错误的时机去做多 Hims Hers 2倍 ETF， 所以呢，我的仓位成本并没有降下来很多，目前还是40块出头。我觉得自己肯定能回本，但是我不认为 Hims Hers 具备在今年就涨回前高70左右的价格。这是我目前对 Hims Hers 的观点，希望大家要冷静，不要被很多 X 平台上的这种比较狂热的投资者带偏了。其实现在这个半导体行业、AI 基础设施行业也一样，特别火热嘛，我觉得就过于 FOMO 了，大家一定要冷静。赚不到的钱不要去贪心，自己花时间去研究，你能有多少心理能力去承受这个风险，就下多大的仓位，那么最后赚到是你的，如果没有赚到也没关系，因为你知道风险和收益都是并存的。好，接下来最后看一下 Circle 呢，我不知道周3的时候有没有跟大家更新，我自己是再次买回了一些股票，其实这是我一直以来的计划，买入的价格大概是98左右。那么98按照之前画的2条线，往下是15%的跌幅，往上我这里调一下，往上呢大概是38%不到的涨幅，所以我觉得这个盈亏比是划算的。那么接下来就看 Circle 怎么走。现在不管是 Circle 还是我目前暂时还在水下的 Strategy， 他们的走势我都是比较乐观的，因为比特币最近的走势好像是从底部走出来了，所以这也是另一个我再次想买回 Circle 的原因，希望在 Circle 上能够再吃到一波135左右的这个涨幅。至于在135如果真的涨上去卖不卖，还是要看它在135左右的动能，如果一下子都突破了，当然从技术层面讲，我们应该留住再观察。如果和上次一样，2-3天上不去又跌下来，然后比特币整个形势又再次不好的话，那可能和上次一样，再次的做一个波段。好，视频的最后 ，Ace 想强烈推荐大家去观看一下 SpaceX 昨天刚发布的 Starship 星舰的第一支纪录片，非常的震撼，4K 可下载，大家可以下载在自己的大电视上，像影院一样去观看，体验一下 SpaceX 的制作能力。我们都知道 SpaceX 每次火箭发射，它那个音乐都是非常好的，那么它现在拍的纪录片也是非常优秀，真的是很喜欢这家公司。
好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 Money Your Life YouTube 频道，这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同时，如果你想加入我的会员社群，欢迎大家通过视频下方的 Patreon 链接选择不同的级别加入。如果是最基础的交易更新级别，现在有免费的7天试用，先进来看一看是否我能为你带来一些价值，再决定要不要付费。感谢大家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